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螳螂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。螳螂呢，特色是有的，但还是那句话，你现在跟 AP 打野比起来，AD 打野就尴尬就是很尴尬，除非是那种特别有特色的。所以螳螂的话，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有特色的，它的刷野速度，他拿那个大龙，或者说，反正就拿就是也就是刷野的这个速度啊，不是那个其他英雄能比的，就是同等经济下的其他英雄啊是比不了的。但如果说刷经济，那肯定还是 AP 啊，像豹女啊这些。豹女还被削过一次，说实话，她豹女削完以后还是很变态，而且 AP 装备领先以后啊，就是 AP 打野，它装备成型以后，它的刷野速度是不弱于很多 AD 英雄的 ，AD 吃客的，知道吧？螳螂强就强在它那个孤立无援，他那个秒大龙一个 Q 就能1000多血，一个 Q 1000多血，加惩线就2000多的那个斩杀线。但豹女嘛，就是 AP 英雄的话，他有那个法爆球，那他其实他的斩杀线也高，所以啊，然后这版本就男刀好一些。男刀的话，它太灵活了，就它能一直跑图，一直利用这个身位，对吧？像佛爷哥，我感觉都查无此人了，玩的人都变少了。这里净化一手 Q E 过来，哎呀，怎么被接到大招了？差一点啊，最后还是被烫到了。这波把兵线给推进去，吃一层塔皮。刚刚被对面亚索卡视野了，没办法。好像听说版本是不是要提前了？就是这个赛季的版本要提前了。听说下个月吧，9月份吧，是不是？还是说要改什么东西？因为如果按正常的话，它是3个月嘛，3个月一个赛季，然后到那个10月份。反正有个点哈，现在好消息是什么？英雄联盟手游流水非常差啊，赚不到钱，赚不到米，对吧？那上头的人就会质疑啊，是吧？就召唤师的话不听，那就是吧？有领导在那里说话啊，但能改成什么样？说实话也好，我感觉好不到哪里去。就他现在这帮人，说实话都好不到哪里去，我觉得。直接一个大招收割掉，不错。其实他要杀的话，得去扛塔，有可能不好的话，处理的不好的话，还得被换。他削我倒觉得他削这个符文，其实做的不错。符文的话，确实会让很多英雄前期看起来都好强啊。他其实削了以后，我觉得符文这个削符文这个是对的。但他出新装备，我觉得也是挺好的。但问题就在这里面了，出了新装备以后，平衡一直做不好，你知道吧？这就很狗屎的一件事情。还有就是他所谓的机制，这个东西我后来在 X 上面呢，或者说在那个就是这国外的那个叫什么平台，就是那个跟百度贴吧一样的那个，
其实就是我就是那个，反正就是那种贴吧嘛。我也有看到有很多玩家在吐槽这个机制的东西。看来啊，大家的那个处境是一致的。你想要让人家买皮肤买账，对吧？又把游戏搞成这个逼样子，我想不明白。怎么的？他们想要自己玩游戏是吧？一个人，然后9个人机啊，这样的话你玩游戏就有优越感是吧？就很抽象。哦，看到了，对面诺手打也好。反蹲一下，这个诺手是还在的。哦，拉克斯也来了。这边对面不选择回家，那直接回家了，准备要先锋了。优势有的，已经建立优势了，只不过回去5多一件小件也没有9，主要是没野怪刷了，那种就两边资源都刷满了。哦，亚索，对面的话应该是把龙给拿了，对面没选择回家，直接拿龙的，所以这种慢了一步的话，但你也可以看到啊，诺手肯定是先碰龙的，但反倒是这边螳螂是吧？他这个打这种史诗野怪的那个速度啊，触发物理无源以后那个伤害啊是真的高。亚索一技能拉开以后，大招再拉回来，应该跑不掉了。这波闪现的话，其实有死亡闪的那种嫌疑了。他其实还不如直接拿闪现直接躲他那个风会更好。终究还是太自信了，觉得自己伤害太高，应该够用。他这种就是过于自信。因为他打野怪，就是有一些打野玩家会发现这种情况，有很容易的毛病啊，就是你打野怪是你因为有打野刀的加成嘛，所以你的技能伤害，你打野的时候那伤害会高很多的，但打到人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两回事了，而且是对面亚索是有优势的那种，对面这边武器是打不过对面亚索，我也是觉得很抽象的一件事情。武器本来就是很好克制亚索、永恩这2个英雄的，只要你啊是吧，把这个技能的那个算计好，是吧？800个心眼子，细节处理好，亚索跟永恩很难打武器。哦，对方这样子一技能没了，那就可以直接杀了啊！岩雀的一个 Q 收掉了，武器靠过来，反击风暴没有，骇客能活吗？咬进来，一技能留了一手，把兵线断了，对面亚索应该是往上跑了。哦，没啦，啊，梅尔很聪明啊，他直接利用这个 W 去反弹对面的风，让亚索接不到这个大招。刚刚你可以看到啊，他那个风是被反弹了，然后亚索自己被击飞了。派克盲劈大招，但啊，没想到螳螂跑这么远了。这波打团脱节了，其实杀完亚索就不能再打了，回家都需要补状态，人家是刚从家里面出来，状态已经补好了。这波没有大招，其实3个人是不好守这个塔，守不了的，只能说有没有人往这边走，可以找一波机会。
哎，找到了，一技能拉开 W， 旁边有个诺手，有点吓人。它是主 Q， 慢慢主 Q 辅 W， 但是进化的时候进化 E， 因为 E 技能进化以后，那个 E 技能飞的可以更远一些。W 的话。很少能见，妈的就是前2次进化能进化 W， 我几乎见不到，除非点错了吧，或者说有自己的想法，是吧？哦，大树被勾过去了。大树这英雄，如果你们不会玩硬辅的话，其实特别是女孩子啊，不会玩硬辅的话。无论是男孩女孩吧，大树打辅助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，他不需要说很精彩的操作，他只要敢上去扛，敢上去利用 W 捆到人，能给到稳定控制去消耗对方的 C 位，对吧？就可以，就是 OK 的。后期就中前期，你身为大树，你就可以去强开团，但到了后期，你大树你就是不能去强开团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除非你队友很大优势能跟上，就给你强开。但大部分情况下，你辅助不是能去强开团的，你一定是后期你的 C 位已经起来了，你的任务就是要保护 C 位。这边一个时间差，大龙直接没了。武器的话，单带应该能推掉下路2塔。对面去包武器了，其实这个时候武器的话，只能找个地方回城。卡萨过来，应该回不了，被打断了。哦呦，没了，5000没了。不应该在那个草里面回城，他其实去到那个野区那边回都可以，就已经很明白亚索不会包过来，那就直接那个回就可以了。大招过来，蜻蜓点水吗？一技能再拉开，大招，哎呀，被勾到了，哇！这局还不好打，像这局如果换一个，哎，这局如果不是螳螂，就是说玩艾克啊，或者说玩一些 AP 打野，这局其实很轻松的，跟你说，真的很轻松，不是跟你开玩笑。这个版本就是 AD 英雄很难受的一个点，然后除了上单的那种比较数值怪的那种，比如说安倍萨这种偏数值怪的稍微好一些，其实你相对来说很多的 AD 英雄都很难受，你就跟那些 AP 英雄比的话，就不说其他的，你 AP 法师。去 AD 位，是不是很多种情况下都是比那个 AD 去打那个 AD 位舒服多啊？
打团还真不好打。这一波追人追得太靠前了，应该稍微往后撤一撤会好一些。然后小龙已经拿了一个了，没什么龙的压力。你看这里面的话，可以看到他秒龙的速度是有点快啊，所以有螳螂啊这种，有螳螂打龙就是快的。啊，利用这条大龙 buff 去分推，313分推吗？射手的话是塔利亚射手，岩雀射手嘛。这诺手这样子过来躲掉对方的钩，那血怒打不出来就是废的。对方掉人了，掉人的话，这里的话中路不用太着急，等上下路边线带进去，对面肯定是要来处理的。好了，来2个中路可以推了，一技能拉开这个派克闪现直接 Q， 大招准备好了，亚索，哎，这里大招放的有点小亏啊，但没关系，队友已经准备推到高地去了。中路，诺手已经复活了，中路不能去越塔的话，容易被那个诺手直接收割的话就炸了。过来一个 Q 秒掉。派克跟那个诺手其实有点问题的，他们的大招会影响到对方。诺手本来就是要吃血怒、劈残血、吃血怒的，如果每次都是被这个派克大招劈掉，看似是收益更多，但诺手大招续不上血怒，知道吧？那行，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